大家好，我是 Younger。在新加坡，教育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事，它是一整套国家战略的起点。李光耀当年说得很直白，新加坡的未来靠的是人而不是地。在他眼中，一个小国如果想在国际上站稳脚跟，就必须先在人才上下功夫，而教育是培育人才、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的起手式。所以，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并不是单点投入，而是一整套高效的国家级人才发展系统。奖学金就是这套系统的核心武器之一。它不仅选拔顶尖本地学生，更大胆向全球招手，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优质人才引入新加坡，融入社会，并为国家未来发展注入活力。这不是短期奖学金，而是一种长期战略投资。教育可以改变个人命运，也能改变国家命运。新加坡是怎么用奖学金一步步构建出人才强国的？我们接着看。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其实从来都不是孤立运作的，它跟移民政策、人口结构和国家经济是一体联动的。李光耀在几十年前就算清楚了一道人才账，如果一个国家每10个人里只有1个是高素质人才，而你只有300万人口，那你最多就只能有30万精英。而如果是一个3亿人口的大国呢？你瞬间就输了起跑线。更别说新加坡的生育率一路走低，现在是全球倒数。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到2050年，平均每 1.5 个劳动力就要养活2位老人，年轻人根本扛不住整个社会的经济重担。怎么办？唯一的出路就是引进移民，但不是随便引。新加坡选择精准引才，靠奖学金吸引真正有潜力、有能力的全球青年精英。奖学金不只是提供一笔学费补贴，而是国家向全球发出的入场券。你想要机会，我们提供平台；你愿意成长，我们帮你加速。但也请你参与建设这片给你机会的土地。这是人口小国的必选题，不是选项题。奖学金成为新加坡打赢人才战的制胜一招。你知道吗？在新加坡拿到政府奖学金，不只是能免费读世界一流大学，还可能直接打开新加坡绿卡的通道，比如教育部的 ASEAN Scholarship 覆盖中学到大学， A Star 的研究奖学金吸引全球理工科博士来新科研，国大、南大、新粤的全额奖学金，配套提供住宿、生活补贴，甚至实习机会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奖学金背后连着真实的工作场景，不少奖学金获得者在毕业后直接进入公共部门、科研院所，甚至国企任职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不仅是一纸 offer， 而是进入一个制度严密、发展通畅的精英孵化器。而新加坡也通过这种方式，既精准选人，又节省成本，还能反哺本地产业。这是一场你想成长，我想共赢的合作。很多外国学生主动争抢新加坡奖学金的名额，不只是因为钱，而是因为成就感和归属感。这正是制度吸引力的体现。有人会问，新加坡的奖学金是不是太硬核？有服务期，有合约，甚至还有违约金。但其实，如果你认真回头看，这套制度本身也经历了不少改革和调整。过去奖学金绑定期通常是4至6年，有时甚至高达8年。但新加坡政府在不断聆听反馈，优化路径。现在很多项目转为发展型合约，你可以在不同岗位轮调，可以选择公共或私人部门，可以自主规划职业发展，只要完成贡献周期。这是从合约管理走向职业激励的转型，你不再是被留住，而是被吸引留下。而且越来越多奖学金项目还提供学后创业支持、移民路径引导、家庭定居协助，让你不仅是来学习的，更是在这里扎根、生活、成长。不是制度在限制你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成为国家合伙人的机会。教育投资值不值？看回报就知道。根据新加坡教育部的数据，政府每年在奖学金和资助上的投入超过10亿新元，近 60% 的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在本地就业，继续深造或参与国家项目，海归人才回流率逐年提高。本地科研机构的核心团队中，
超30%由员外籍奖学金学生构成。这些数字不是静态的，他们正在支撑整个国家的未来竞争力。更重要的是，新加坡不是简单花钱买才华，而是通过制度设定，让教育投资回到国家、社会和个体三方手里。很多国家也有奖学金，但新加坡能把它做成国家战略，这就是制度与愿景的差距。新加坡用几十年把一套奖学金制度打磨成了国家发展的加速器，这是一个真正靠制度所财、靠教育柱国的国家范本。他用奖学金打开国门，用移民政策形成闭环，用教育连接全球精英。今天的新加坡不靠资源，靠人；不靠土地，靠制度，而这正是李光耀时代定下的逻辑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一个有能力想闯世界的人，你会不会愿意选择这样的制度？不是被绑定，而是你愿意参与建设。你觉得新加坡这套奖学金制度能复制到其他国家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，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Younger， 我会持续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新加坡的深度内容。